喂，你欠我钱，什么时候要还？他妈不还，我叫那个柠檬哥去讨债哦。好啦，开玩笑，这是看你老师哦。今天非常开心呢，又可以再次呢上我自己的好兄弟 Colin 柠檬哥 ，A.K.A 柠檬哥的这个频道。那呢，最近呢，我们柠檬哥呢，他自己有一个非常酷的节目，叫做 Story Time with Colin。那这个节目呢，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在访问我们当地非常多玩车人士的一些故事，那请他们出来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有没有所有这些特色人种特色人的人物的这些背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很好。那今天呢，就抱着一个支持年轻人的态度，来帮我们柠檬哥呢，来怎么讲，冲人气，好不好？冲人气哦。不过原则上呢，今天那个我们的柠檬哥呢，他自己有问说，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老师突然想说，哇，这个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人在所有的这种专访当中问过我。那他这个问题就是说，老师你到底是怎么从小绵羊一台小绵羊50cc 的 Dio 骑到现在的杜卡迪？那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讲非常多的东西。那老师呢也借这一个话题呢，顺便也跟大家聊一下说，过去我是怎么成长过来的，然后我是怎么努力到现在拥有我自己想要的玩具这样子。那一切回到1980年代，80年代是老师出生的那个年代嘛。那81啦，1981年是老师出生的年代。哇靠！不小心透露我自己的年纪 ，motherfucker， 可以吗？我1981年出生的。那其实呢，当年我是在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家庭里出生。那我爸也是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的打拼他的事业终于到了他30几岁、40几岁，有一片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样子。但是呢，我爸爸呢，在后来的时候，就是可能眼睛看不到，失明了。那所以呢，我们的家庭因为这样子有很大的变化。那原先我爸爸在90年代初的时候，想说给我们不同的教育，他有赚一点钱。给我们不同的教育，所以帮我们移民到西雅图。那其实老师呢，当年是非常害羞，也不怎么怎么讲，就很内向的人，不怎么跟别人沟通或交谈这样子。那来到了西雅图，其实改变了我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老师来到了西雅图的时候，就学习当地的文化。不管是被人家欺负也好，不管是学习美国人做事的方式，或他们当地的习俗也好，我都是从那边自己慢慢的学习。那我有2个哥哥，2个哥哥其实他们都去同一个学校，但是我自己是自己去一个学校，所以呢，相对遇到的挫折比我的哥哥还多，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那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知道说，自己要打拼，自己要克服困难的这种重要性。那到了差不多95年的时候呢，我们家就陷入了一个怎么讲比较困难、经济比较困难的一个状况，因为爸爸眼睛失明，然后又加上所有这些他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都骗他的钱，把他钱倒走啊。那我们从本来还算是小康，好不好？小康就是还可以过活的这个家庭呢，变到非常的怎么讲，有经济的压力。那当年呢，我记得我才14岁而已。14岁的时候，我们就受到很多的这种经济的压力，必须3个兄弟都出去自己赚钱养家这样子。那不是说养家，应该是说出去赚钱，然后帮家里负担一些有没有经济的这种压力这样子。那我爸自己的一些房地产也被迫呢一个一个卖掉这样子。那当年其实从14岁一直到19岁这个期间，老师觉得是我人生当中过得最困难的那几年。因为第一，我们常常搬家不是因为说我们欠人家钱还是怎样，是他妈一堆人欠我们钱。那是因为就是说我爸爸一直很担心说钱赚不够，他就把他的一个一个的这种房地产卖掉。那卖掉了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就是搬去我们买的这个房子，然后又卖掉以后又搬去别的地方，那就是说去 cover 一些我们经济上面的怎么讲一些状况这样子。
那在那几年呢，其实老师都是怎么讲，很辛苦啦，就是说打2份工作啊，又要去读书，然后就是要边打工边读书，不管是顾我自己的学业啊，或者是就是帮助家里的经济状况，我都是这样子一路而来。那当年呢，也是老师就是在玩老舍的那几年，那几个年代，那所以就是说呢，在老师怎么讲，非常狂妄，就是不管任何事情的后果的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样，就是说秉持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必须要帮助家里去负担一些压力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当年我的朋友他们在怎么讲赚来的钱去买摩托车、去买车子也好，我其实那时候在存钱要买房子。所以呢，在我身边的朋友呢，我差不多20几岁、22岁、23岁的时候，我就买了我自己的第一栋房子。那时候是因为我升职就是兼职2个工作，一个是白天的 full time 全职，然后晚上又兼职。那时候教英文其实钱还蛮好赚的，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一直存钱，一直存钱。我朋友买的宾士，我朋友买的 BMW， 我朋友买的奥迪在那边开很帅气，但我那时候只开着一台我自己的马自达而已。我朋友骑着很酷的那个重车。我只骑了一台50cc 的，甚至达可达。以前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骑达可达。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有我自己的目标，我有自己的原则，所以呢，我就开始一直的去朝着那一个方向走。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自己存钱，一直赚钱呢，我就好不容易存到了钱，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这样子。那说真的，我真的是当年所有的朋友当中第一个。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买房子，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你要很年轻的时候就必须要设好自己的目标，然后一定要有原则。那只要你秉持这些原则的时候，其实你的目标都会达到的。那讲到身边后面这2台摩托车，其实在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其实是我的叔叔有一次带我出去就是说买一些建材，我们要装潢我们自己的房子这样子的时候。刚好路过了一间咖啡厅，那咖啡厅呢，它的那个橱窗外面，橱窗的里面橱窗的里面呢，就摆着一台杜卡迪1995年的916。Oh my gosh！ 我跟你讲，当年95年的916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得到世界非常多奖项的肯定，再加上它当年那个设计真的超帅的，就是它，比如说它的这个。有没有排气管是从后面出来的，就是中出，好不好？那个真的是好漂亮的一个设计。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什么样的摩托车品牌会有这样的设计？我就觉得超级屌。所以呢，就在那时候呢，我就把杜卡迪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目标。我就觉得说，以后等我就是说经济能力允许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台杜卡迪，我一定要。就是骑着杜卡迪这样子去到处的去兜风这样子。那我今天也玩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杜卡迪嘛。那你们也知道说，老师呢早期玩了848，那在1199刚出来的时候，第一台1199刚出来的时候，112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马上处理那一台，就是自己觉得有一点成就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要买一台杜卡迪犒赏自己这样子。但是呢，在其中呢，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超跑很帅很快，但是就好像少了一点这种独特性，因为呢，你怎么改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杜卡迪你要真正的去讲它其实有非常多很丰富的历史。那所以呢，我就开始做研究，从1199，然后买到 Diavo。然后呢，后来又开始买到了怎么讲 Panigale R， 再怎么买都没有我现在身后这2台的 Sport Classic 经典系列的杜卡迪来的更让我着迷，因为这2台摩托车其实说真的，它可以改的这一种怎么讲地方非常的多，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改的非常有自己的怎么讲风格。就像我现在红色的这一台，其实是在我拥有我的Carbon Diavo 那一台的时候买的。那这一台是我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买的。那
买了以后我就开始哇好喜欢，然后就一直研究说为什么这台车子会这样设计，那在这台车上面还可以怎么样的去改出自己的风格，那所以最后就改成这样子。真的也是一个 statement， 因为呢，说真的，像我们柠檬哥他自己，我们讲到柠檬哥，你们第一个就是想到 S2000， 就是他把这台车，他把他自己个人的风格融入在这台车子上面，对不对？挂在这台车子上面，就现在这台S2000就变得非常的有特色。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这台车就很像我们柠檬哥的 S2000。我呢，就是可以把我自己的风格带进去，在这台车子上面的改装。那我就觉得这种车子真的是非常的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特质。那再来就是，我想说有2007年失事的这个有没有啊？杜卡迪经典。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杜卡迪以前的传承就是干式离合器。那你们都知道，2006年的时候，老师有介绍过，应该说2015年的时候，我有介绍过2006年的 Mono Postal， 就是我现在旁边的这一台，这是06年款的经典。那这一台呢，就是干式离合器的这个结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既然有湿式离合器，我一定也要有一个干式离合器。所以呢，我现在呢拥有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对不对？我就觉得非常满意，也非常的开心哦。所以现在呢，老师呢其实也非常满意我身后的这2台杜卡迪。那其实呢，就像我们柠檬哥这一次这个影片的 title 说的，是怎么从小绵羊骑到杜卡迪。那原则上，杜卡迪就是拥有杜卡迪，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象征，就是说，当我下来我的车库的时候，看到这2台杜卡迪，我就会回想到过去。我打拼，我很努力，靠着我自己赚的钱去买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所以呢，这2台车就是有给我那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才会特别的喜欢老师身后这2台杜卡迪。不过我觉得很棒啦，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有一个东西给你动力去打拼，然后让你就是往你的目标一直很正确的前进的话，那这个东西呢，绝对是有，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东西。如果是物质上的东西，就是很有去追求它的这一种意义，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呢会特别的喜欢我身后这2台杜卡迪。第一，杜卡迪让我回想到我以前打拼的那个年代，很辛苦的那个年代。那第2个意义就是说 ，fuck man， 我终于有一台杜卡迪了，对不对？而且这杜卡迪又不是一般的杜卡迪，骑出去对不对？妹子都会说，哎，帅哥，这是我的电话。好啦，那个我们柠檬哥刚刚也有问老师说，面对平常在频道里面的一些留言、一些舆论上面的批评，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说真的啦，刚做一个频道的时候，你多少会在意，就是说可能他们留言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说，我明明就很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反馈？那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Man, I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all, bro. Like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么高的地方了，是我在开这些很酷的车子，是我在买这些很贵的鞋子，是我在到处飞来飞去旅游，对不对？你们只有在荧幕上在那边留言的份，那对我来讲看一看 ，I'm pretty successful， 我蛮成功的。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就是往正面的角度去看。你先看一下，说到底谁在这一个频道里面做事情。那你看一看以后，你就觉得说，比较完以后，就觉得说，哇，你真的是非常的成功，你也做了干了非常多的大事。那你只要从很正面的这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你就相对的比较不会受这些舆论上面的东西去影响。那说真的啦，我现在也很少去看我这个影片下面的留言，除非说这个影片我非常在意大家的想法，我可能有问大家一个想法，比如说哦，老师的车子要怎么包膜啊，老师的车子这个排气管改起来怎么样啊？那我就真的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顺便去了解一下说，哎，我哪里要做一些调整，这是我才会真正的去看留言。那你刚刚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就一个就是，如
件东西或者一件事情的话，你会改变吗？如果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一件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人类的演变，就是说，怎么讲，科技方面的发展啊，还是说人们对知识的这种渴望啊，如果可以再慢一点，会很好。因为其实我蛮喜欢90年代末的那整个黄金时期，就是大家都对于未来有一个非常渴望的一个目标，但是当时的科技又没办法达到那样子的状况，那我就觉得那其实是一个很酷的年代。所以就是我觉得说，如果可以慢下我们人类的演变的速度的话，那会很好的，甚至也对我们地球的伤害也会比较减少一点。如果我可以改变的话 ，Tha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do. Although I'm not the best person to say this, but yeah. 还有什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 like if you have one piece of advice you can give to the younger people,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advice you can give, what would that be? 家人很重要，你的家人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就算你现在跟你爸妈的关系没有很好，你也要想一下，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你爸妈给你的 ，OK？ 然后呢，尽量的去磨合家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最后一件事情，我要奉劝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说要有目标，你真的要有目标，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物质上面的目标，还是精神上面的目标，你一定都要有目标。一旦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要构想你要怎么将这个目标完成。就像老师刚刚稍早跟你们讲的那个故事，我看到杜卡迪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我跟你讲，我以前那个年代完全没办法想象，我现在可以拥有2台杜卡迪，甚至我过去拥有过非常厉害的杜卡迪，我都玩过了。对不对？到现在我去杜卡迪的店家，他们就说：“哎，Tom， 拿去骑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可以拥有一台杜卡迪。所以呢，在当时你一定要设一个目标。我当年就是设一个目标，说我一定未来一定就是要一台杜卡迪。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成功一定要买一只劳力士，那个就是你的目标。如果你觉得说那个东西可以带来给你奋斗、给你打拼、给你努力的动力的话，那你就去朝着那个目标去做，而且不要盲目的过日子，一定要有目标的过日子，不要就是说一天过一天，完全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少了目标。那老师其实也非常开心，说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呢，他们其实都是有一个目标在往他们的这个目标的方向在前进，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其实很开心。那所以呢，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呢，也给我很大的动力去做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呢，一定要有目标，然后呢，去寻找跟你共同目标的朋友，一起去打拼，一起去奋斗。这样子呢，你一定会活得更精彩，你的生命当中也会更多彩多姿。那原则上呢，这个就是老师呢要给你们的一个忠言跟建议，好不好？好啦，再次感谢呢，我们柠檬哥呢这一次邀请老师上他的节目，然后呢，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再次跟你们怎么讲，提醒一下，这一个频道的这一个节目叫做 Story Time with Colin。那原则上呢，这个节目就是在专访一些有没有我们西雅图啊，或者是各国各地的这一种特色人物的专访，然后请他们出来讲自己的故事。那老师呢非常开心呢，这一次也非常荣幸呢，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有没有柠檬哥 Colin 自己的这个频道聊一下我过去对杜卡迪的这一种着迷的故事。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记得呢订阅我们柠檬哥的频道，支持他所做的一些怎么讲 vlog 影片。那未来呢，我们柠檬哥呢也会在他的频道呢跟你们介绍，跟你们引进非常多很精彩的内容。记得帮他的影片按赞、分享、留言做补充。这是看你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那现在到我讲一下我跟老师
的故事吧。其实我跟老师应该是15年认识的，然后我也已经做了一个视频，是关于我们这么认识的，然后我们怎么不喜欢对方。但是我今年19年，我是15年的夏天的时候认识老师的，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好多机会，然后如果没有他的，我想着我现在今天也不会在这儿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吧。像老师说的他建议我们有一个目标就去just do it， 就去做。他这几年其实都一直在推着我去追我自己的梦想，去加州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就是 fucked up， 就是为了一个人放弃我自己的梦想。但是如果没有老师的话，我觉得我也不会成长的那么快吧。然后因为16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hard 的一年，很辛苦的一年，因为家里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感情里面也不是那么顺利，但是老师都在我身边，就怎么说呢 ，helping me out， 就帮着我，因为这些都会记得的嘛。因为那时候真的很不开心，但是也怎么着，现在都到19年了，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我的车很帅，然后老师比我更帅，妈的2台嘛。但是真的非常感谢老师，然后你看到他成功的一面，但是你也不知道他在背后有多努力去变成他现在这个人。因为很多人就这个 Story Time with Colin 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让别人知道成功的人也是有一面很努力很辛苦的一面，但是你们一般也不会看到那一面，因为你们只是看到风光的那一面。所以我让这一段比较短一点吧，因为这是老师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自己的感想，然后这一次谢谢看你老师在拍我的好吧，那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然后我希望会有更多中文的视频，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中文不好，所以我配的字幕不是特别好的，我也想给你们配，但是不是在我能力范围。Anyways，我们今天就这样了，谢谢你们看我这个视频，然后希望点赞，然后 subscribe，然后我们先这样了，拜拜。